老板的弟弟坠楼，急需熊猫血，全公司就我一个符合，我献了400cc，差点晕在抽血室。回公司后，人事却通知我无故离岗，扣3000全勤奖。我1个月的工资才3200，我去找老板理论，他却理直气壮地说：“公平公正，这是我管理公司的底线。”行，公平公正，你可别后悔。我辞职拉黑一条龙，立刻找了份快递分拣员的工作，累，但是心里踏实。2个月后，他给我打了136个电话，求我再救一次弟弟。我听着他尖锐的命令，靠在斑驳的墙壁上，嗤笑一声，平静回他2个字：不救。我叫陈平安，玉林集团仓库管理员，实习生，月薪3200。电话炸响的时候，我正在仓库搬货。7月的仓库没有空调，灰色工服湿了干，干了湿，后背全是盐渍。我扛着一箱货，汗流进眼睛里，刺得睁不开。手机在口袋里震，我腾出一只手，看都没看就接了。陈平安，立刻去市中心医院，刘总的弟弟出事了，坠楼。我心头一紧，100亿总裁的弟弟有什么可想不开的？他是熊猫血，全公司几百号人，就你一个符合。马上！张总的话像一根刺扎进我心里。从小到大，我妈就嘱咐我，绝不能让人知道我是熊猫血。但我没有想太多，毕竟救人要紧。我把货箱放下，叫了辆滴滴赶去医院。路上，我给我妈发了条微信：今晚可能晚点回，冰箱里有菜，你热一下。我没告诉她我去哪儿。半小时后，我冲进了医院的急救中心，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张总和几个公司高管焦急地等在门口，旁边的中年女老板利落短发，妆容精致，面无人色，眼圈通红，是老板刘玉玲。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陈平安，你可算来了！张总像看到救星一样冲过来，拉住我的胳膊。刘玉玲的目光也投向我，那眼神里混杂着审视焦急和一丝高高在上的期盼，仿佛我不是一个员工，而是一个会走路的装着救命血的容器。快，医生，他就是陈平安。张总对着旁边一个护士喊道，护士立刻带我去做紧急的交叉配血测试。别紧张，放轻松。我点点头，等待结果的10分钟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刘总捂着嘴，无声的哭泣，没有人跟我说一句话，甚至连一句谢谢你都没有。结果出来了，匹配成功。护士的一句话让走廊里的空气瞬间解冻。刘总紧锁的眉头终于松开一丝，他大步走到医生面前，那就快抽，需要多少抽多少，只要能救我弟弟。我被带进了采血室，冰冷的针头刺入我的手臂，温热的血液顺着导管缓缓流出，注入血袋。限400cc可以吗？急救病人需要量比较大。可以。我点头。一个成年人一次献血的上限就是400cc。看着那袋鲜红的液体，我想这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值得。抽完血，我一阵头晕目眩，脸色比刚才更白。护士扶着我坐下，你太瘦了，献这么多血，一定要好好休息。好，但休息对我这个要养家糊口的人来说无比奢侈。针拔出来的时候，我眼前一黑，整个人不受控的从椅子上滑下去。护士一把扶住，往我嘴里塞了块饼干，又灌了一盒牛奶。我在采血室坐了20分钟才缓过来。走出去的时候，走廊里已经空了。刘玉玲进了手术室等候区，张总和高管们守在门口，紧张地望着手术状态显示屏。温家豪的当前状态由术前跳转为术中。看到我出来，张总迎上来，他的表情语气公事公办，再没了当初叫我来时的热情。小陈辛苦了，刘总在忙，他让我转告你，公司会记住你的。我点点头，也对，刘总弟弟在做手术，生死未卜，确实没空感谢我这个献血的。你先回去上班吧，今天下午仓库还有一批货要盘。我看着他皱起眉头，什么叫今天下午仓库还有一批货要盘？我刚抽了400cc 血，差点晕死在抽血室，不给献血甲就算了，还让我回去干活，我被气得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我捏紧拳头，什么都没说。张总也是个打工的，他应该没权利让我放假。我强打精神，坐公交车回了公司。下午3点，我刚坐下喝了口水，正准备盘货，张总的电话又来了。陈平安，来人事部一趟。我心下一喜，以为我给老板弟弟献血，公司要给我奖励。我快步赶到人事部，门开着，张总坐在办公桌后面，金丝眼镜反着光，看不清眼神。他推了推眼镜，坐。陈平安，根据公司考勤制度第1章第5条，未经审批流程私自离岗，扣发当月全勤奖3000元。我以为我听错了，被张总紧急叫出去给老板弟弟献血救命，换来的不是奖励，而是罚款。我怒不可遏地指着他对峙，电话是你打的，医院也是你让我去的。我问你，什么叫未经审批私自离岗？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但制度就是制度。你离开公司时没提交请假申请，也没走审批流程，属于无故离岗。他把处罚通知单推过来，白纸黑字，盖着人事部鲜红的公章，3000块全勤奖就这么没了。我感觉天旋地转，直冒虚汗，手臂上的针眼突突狂跳。张总又拿出一张单子，还有，你上个月去医院的打车费，财务说发票头开错了，报销审批不通过，
自己承担。2张单子，一张扣钱的，一张卡报销的。我忽然笑了，不是觉得好笑，是人到了某个临界点，除了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张总，我今天献了400cc血，差点晕在抽血室。他抬起头，眼神冷漠的像一台机器。所以按规定办事，公平公正。公平公正，好一个公平公正！我看着通知单上冰冷的黑字，再看看张总那张公事公办的脸，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我为他弟弟献了400cc 救命的血，换来的就是一张3000块的罚单。我捏着那张轻飘飘的通知单，却感觉它有1000斤重，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在嘲笑我的善良和愚蠢。张总，这个处罚是你的意思还是刘总的意思？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对所有人都一样。又是规章制度。我明白了。我没有再和他争辩，拿着那张罚单，转身走出人事办公室，没有回仓库，转身走向走廊尽头的总裁办公室。我要找刘玉玲，我不相信一个姐姐会这样对待弟弟的救命恩人，或许这只是下面的人搞错。我抱着最后一丝幻想，敲响了那扇厚重的实木门，门没锁。刘玉玲刚从医院回来，此刻又变回了那个令人仰望的百亿女总裁。我把2张单子放在她桌上，刘总，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刘玉玲的目光终于落在那张通知单上，拿起来扫了一眼，然后随手放在一边，仿佛那只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人事部按规章制度办事，有什么问题吗？刘玉玲双臂抱胸，往椅背上一靠。刘总，今天下午我接到电话，说你弟弟坠楼，急需熊猫血，全公司就我符合。我二话没说就去了，400cc，抽完血我差点晕过去。然后我刚到公司，张总就给我这2张单子，一张扣我3000块全勤奖，理由是无故离场；一张卡我上个月报销，理由是发票抬头开错。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我想问问，这合理吗？刘玉玲拿起那2张单子，扫了一眼，然后放下，像放下2张废纸。不合理。她的声音陡然冷下来。但是公司有公司的规矩，制度就是制度。今天你献血救了人，公司感谢你。但如果因为你立了功就可以破坏制度，那以后谁还会把制度放在眼里？他顿了顿，公平公正，这是我管理公司的底线。公平公正，好一个公平公正！我为他弟弟拼命，他跟我讲公平公正。我想起了我妈，她有尿毒症，每一次做完透析，半夜疼得咬着枕头，一声都没叫出来。第二天早上，她照常给我做了早饭，笑着跟我说没事。我想起张总那张公事公办的脸，然后我笑了，笑得流出了眼泪。这一刻，我对他，对这家公司彻底心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决绝。我明白了，刘总，谢谢你教会我这个道理。说完，我转身就走，没有丝毫留恋。刘玉玲看着我的背影，眉头微皱，似乎觉得我的反应超出了她的掌控。我回到自己的工位，打开电脑，没有理会任何人。我新建了一个 Word 文档，标题：辞职报告。正文：尊敬的刘总，因个人原因，本人陈平安自即日起正式辞去公司所有职务，望批准。落款、签名、日期一气呵成，没有抱怨，没有解释，甚至没有一句多余的客套话。对于一个已经死了心的公司，多说一个字都是浪费。我点击打印，打印机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一张滚烫的 A4 纸从出纸口缓缓滑出。我拿起那张纸，上面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我的决绝。我拿着它，再次走向总裁办公室。这一次我没有敲门，我直接推开了刘玉玲办公室的门。她正在打电话，看到我闯进来，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眼神里满是不悦。她对着电话那头说了句稍等。陈平安，你懂不懂规矩？进来不知道敲门吗？我没理会他的指责，将那张还带着温度的辞职报告放在他面前。刘玉玲愣住了，她低头看着辞职报告4个大字，瞳孔猛地一缩。你这是什么意思？看不懂中国字，老子不干了，我辞职。他的声音陡然提高，就为3000块钱。我看着他那张因鄙夷而扭曲的嘴脸，冷哼一声，不是为了3000块钱，是为了我自己。我拿起那2张单子，说一句话拍一张，在刘玉玲面前。这3000块全勤奖就当我给公司的离职补偿，这报销就当我请你弟弟喝奶茶了。至于我献的那400斤血，就当被狗咬了。希望你弟弟以后千万别再坠楼，别再出什么意外。我刚转身，身后就传来一声巨响，是杯子摔在地上的声音。我走回仓库，所有人都在看我，有人震惊，有人不解，有人幸灾乐祸。我没理会任何人，我只是脱下灰色工服，叠好放在货架上。我的背包里只有3样东西：一瓶水，一个充电宝，还有一个我妈昨天做的馒头。走出仓库的时候，张总张开双臂拦住了我。陈平安，你疯了！你知道多少人想进玉玲集团吗？你一个实习生，让开！
我打断吐沫星子横飞的张总，冷眼看着他，他被我的眼神逼退了半步。我当着他的面把工牌扔进垃圾桶，点开打卡软件，最后一次点了下班打卡。走出大楼的那一刻，晚风吹在脸上，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舒坦。我掏出手机，刘玉玲拉黑，张总拉黑，玉玲集团总机拉黑。然后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妈，我今天早点回家，晚饭我来做。平安啊，今天怎么这么早？我看着远方的晚霞，喟叹一声。喂，怎么了？没事，就是想早点回家。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2个月后这个女人会给我打136个电话，求我救她情人，我会提前送出这份离职大礼。2个月后，我在一家物流公司做晚班分拣员，白天上课，晚上干活，底薪加计件，平均5200一个月，包吃住，比在刘玉玲那多了2000块。累，但是赚得多，我高兴。虽然我妈的透析费还是不够，但至少能按时交上。这天早上，我刚下夜班，我的手机突然像疯了一样响起来，是一个陌生号，我挂断，他又打来，再挂断，再打来，周而复始。我看了一眼通话记录，同一个号码，在短短2个小时内，已经锲而不舍地呼叫了130多次。我皱了皱眉，按下了接听键。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我几乎已经忘记却又无比熟悉的声音，是刘玉玲。她的声音不再沉稳，而是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祈求。陈平安，陈平安，你终于接电话了，求求你快来医院，嘉豪他又出事了。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陌生号码4个字，心中一片冰冷。我知道是他，除了他，不会有谁用这种夺命连环扣的方式疯狂的寻找我。我的第一反应是直接挂断，然后拉黑，但鬼使神差地，我接了。或许我想亲耳听听，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100亿女总裁，如今会是怎样一副卑微的嘴脸。陈平安，你终于接电话了！尖锐刺耳的声音传来，那个曾经坐在47楼真皮老板椅上说公平公正的女人，此刻的恐慌与绝望溢出屏幕。嘉豪他又出事了，急性感染，需要紧急输血，还是那种血型，只有你有，我给你50万现金。我靠在斑驳的墙壁上，按下录音键。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来，我眯着眼看那道光。2个月前400cc 血，3000块罚单被卡掉的报销，那句公平公正，然后我笑了。刘总，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吗？你说，制度就是制度，公平公正。现在我也想把这句话还给你。人命是人命，原则是原则。我的原则就是，我的血不会再给任何一个把我当牛马的人，这也是一种公平公正。陈平安，你不能见死不救，嘉豪是无辜的。刘总，你弟弟无辜，那我呢？电话那头只剩他粗重的喘息。2个月前，你教我，公司要讲公平公正。今天，我拿你教我的规矩告诉你，陈平安的血不外借了，这就是我给自己定的规矩。我挂断电话，拉黑，世界清静了。我靠在椅子上，长长的吐出一口气，心中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尘埃落定的平静。刘玉玲，我们之间，从你签下那张罚单开始，就已经2清了。从我献出那400cc 的血，到你扣掉我3000块的奖金，恩与过已经抵消了。从此以后，你的弟弟是生是死都与我无关。我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准备继续开始今天的工作。可我没想到这件事还远远没有结束。晚上8点，我正在分拣快递，一辆黑色奔驰停在门口，张总提着公文包从车上下来。2个月不见，他憔悴了不少，眼袋很重，西装皱巴巴的。他看到我挤出笑脸，陈平安，刘总让我来的。那个，之前的事儿是公司不对，那3000块公司10倍还你，3万，不，5万。只要你肯去医院。我放下手里的快递，对上他那张堆满讨好假笑的胖脸。张总，你还记得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吗？你说按规定办事，公平公正。回去告诉刘玉丽，我的血，她买不起。不是钱的问题，是他的钱，我嫌脏。张总灰溜溜的走了，工友们围上来问怎么回事，我没解释。我知道这件事，刘玉玲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她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为了救弟弟的命，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果然，我的预感是正确的。当天下午，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我面前。第二天早上，一条新闻推送弹出来，内容是玉玲集团高管温家豪坠楼前曾与人发生激烈争吵，警方介入调查。我的手指停在屏幕上。与此同时，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进来：陈平安你好，我叫孟川，刘玉玲的丈夫，我们需要谈谈。温家豪是孟川的小舅子，我猜不透他找我的目的，懒得去猜，直接答应见面。可就在我赴约前，张总竟带着乌泱泱一帮人围堵在物流公司门口，当众威胁：敢闹事儿，就再让你在这行混不下去。不明真相的工友们纷纷拿出手机怼着我的脸直播，真是瞌睡了送枕头。既然刘玉玲想把事情闹大，我就顺手推舟帮她。我当众把3000块罚单照片投屏到物流公司的 LED 屏上，对着直播镜头开口：
这就是我给百亿总裁弟弟献血400毫升的回报。专打劳动纠纷官司的网红律师于律师主动联系到我。陈平安，我们律师想免费代理你的案子。为什么？你们这种大律所，律师费不是都要7位数吗？于律师沉默了几秒。因为我也是熊猫血，10年前我妹妹也是，她需要换血。我求遍了所有人，甚至跪在一家公司门口求他们的一个血型能配上的员工。后来我妹妹还是走了。从那天起，我就告诉自己，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再也不让任何人因为血型被人当成待价如锅的商品。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平稳，但我听到了一丝被压得很深的颤抖。我攥紧拳头。好，我信你。挂断于律师电话，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玉林集团创始人孟川。他比我想象中更普通，48岁，像一个中学老师。但他开口第一句话就让我知道这人不简单。温家豪不是他弟弟，是他养了4年的情人。你怎么知道？12年前，我无意中看到刘玉丽手机里和温家浩的暧昧信息，我愤怒的质问，却遭刘玉丽无情嘲讽。你能拿我怎么样？离开了你，我一样是刘总；离开了玉林集团，你屁都不是。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是医保报销记录，报销人温家豪，报销渠道玉林集团高管医疗绿色通道，3年累计427万。温家豪根本没有资格享受高管医保，他只是个挂名副总，按规定只能走普通员工医保，报销上限每年10万。但刘玉玲给他开了后门，用集团高管的名义报销了他所有的医疗费，包括那次坠楼后 ICU 的费用。我盯着那份记录，手开始发抖。真相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清晰，也无比丑陋。我忽然想起，当初入职体检时，公司特意增加了一项非常规的关于稀有血型的筛查，而我陈平安就是那个被他们选中了最完美的猎物。那张3000块的罚单，不是一次愚蠢的按规章办事的错误，而是一种试探，一种驯化。他想要彻底掌控我，把我变成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随叫随到的专属血袋。一股彻骨的寒意从我的脊椎一路蔓延到我的4肢百骸。我看着眼前这个城府极深又拧巴的男人，再也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同情，可怜不可恨又可悲。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孟川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拭，仿佛在反复考虑要不要说接下来的话。温家豪刚醒就被我撞见刘玉林正跟他偷情。刘玉玲，公司股价跌成什么样了，你还在这儿偷情？只要能救家豪，我敢豁出一切，包括玉林集团，也包括你。他是怎么掉下去的？关你什么事？我他妈是你丈夫！孟川，你听好了，温家豪是自己掉下去的，他自己喝了酒没站稳，跟我没关系。你听懂了吗？滚回家去，明天还有董事会，你要替我澄清。这是你活着唯一的价值。我看着孟川那张因为嫉妒而扭曲的脸，心里再也泛不起一丝波澜。同情在知晓全部真相的那一刻就已经蒸发得干干净净，剩下的只有被当成猎物愚弄后的滔天怒火。陈平安，我需要你的帮助。你手里有他最想要的东西，你的熊猫血。我手里有他最怕的东西，那些证据。我们联手。他伸出一只手，我握了上去。随后，我掏出手机，对着孟川带来的那份医保违规记录拍照。刘玉玲，你以为我只是一个行走的血袋？你错了，我这个血袋里装着送你去死的证据。证据照片被存入反击文件夹，文件夹中还有罚单照片、录音文件。走出茶馆，外面的夜风吹在脸上，很冷。但我知道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一个能布下如此惊天骗局的女，绝不会因为我的拒绝就轻易善罢甘休。接下来，她会用尽一切手段，而我必须准备好迎接一场真正的你死我活的战斗。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门窗全部反锁，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像一张巨大的网，将我密不透风的笼罩起来。我靠在门后，心脏还在狂跳不止。孟川那张恐惧的脸和刘玉玲在医院里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在我脑海中交替出现。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家庭！为了给情人续命，他可以把一个活生生的人设计成专属的血袋。这种人已经没有了人性，没有了底线。当他的哀求和金钱攻势都宣告失败后，接下来会做什么？我不敢想象。手机在口袋里疯狂震动，拿出来一看，又是几十个来自不同城市的陌生号码的未接来电。我知道那是刘玉玲，她像一个索命的恶鬼，用尽一切办法试图再次联系上我。我深吸一口气，将手机调成静音模式，扔在了沙发上。我不能再被他牵着鼻子走了，我需要冷静，需要思考对策。报警！我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但很快又被自己否定了。我该怎么说？说我前老板一家把我当成人形血库，说他1年前招聘我就是一场阴谋。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在法律层面，
这根本站不住脚。他完全可以说这只是我的被迫害妄想症，甚至还可以反咬一口，说我挟恩图报、敲诈勒索。到时候我不仅得不到任何保护，反而会惹上一身骚。我烦躁的在客厅里来回踱步，窗外城市的霓虹灯闪烁着，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困在蛛网上的飞蛾，无论怎么挣扎，都逃不出那张由权力和金钱编织而成的大网。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门铃声毫无征兆地响了起来。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是谁？这么晚了，会是谁？我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向外看去，楼道里的声控灯亮着，昏黄的灯光下站着一个我最不想见到的人——刘玉玲。她不再像电话里那样焦急和恐慌，而是恢复了她惯有的冷静与沉稳。但正是这份冷静，才让我感到更加的恐惧，因为我知道这代表着她已经放弃了球，准备开始抢了。她似乎知道我就在门后，没有再按门铃，而是抬起手，不轻不重地敲了3下门。陈平安，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我们谈谈。我靠在冰冷的门板上，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陈平安，不要逼我用别的方式，我能找到这里，就能用100种方法让你开门。我只是想选择一种对你我都体面一点的方式。体面？他居然还有脸跟我谈体面？一股怒火从我心底升起，压过了恐惧。我猛地直起身，隔着门板冷冷地回了一句：刘总，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请你立刻离开，否则我就报警了。门外，刘玉玲沉默了片刻，然后我听到一声轻笑，充满了不屑与嘲弄。报警？你报啊！你信不信？只要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那个新工作立刻化为泡影。你信不信？我能让你的房东明天就请你搬走，我甚至能让你妈都过得不安生。陈平安，我是在通知你，不是在求你。打开门，我们好好谈一个价格，或者你继续躲着。然后眼睁睁看着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被我全部毁掉。他的话像一把淬毒的匕首，穿透门板，狠狠地扎进我的心脏。我浑身的血液在这一刻彻底凉透了。我终于明白，我面对的是一个怎样可怕的魔鬼。他会用他最擅长的方式，用权力和金钱将我碾得粉身碎骨。巨大的恐惧和无力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我口袋里的手机忽然轻微地震动了一下。我下意识地拿出来，屏幕上是一条来自于律师的微信：平安，我看到你下午发的朋友圈了，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看到这条信息，我混沌的大脑仿佛瞬间被一道闪电劈开。对啊，我不是一个人，我还有于律师，还有真相。刘玉玲，你以为你可以一手遮天，用权势压垮我吗？那我就让你看看，一个一无所有的普通人被逼到绝境时，能爆发出多大的能量。我深吸一口气，走到门边，按下了手机的录音键。刘玉玲，你刚刚说的所有话我都录下来了，你这是在威胁、恐吓。你再不走，我不仅会报警，还会把这份录音连同你对我做过的所有事全部公之于众。到时候是你情人的命重要，还是你们整个玉玲集团的声誉和股价重要？你自己掂量。我的话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死寂的楼道里轰然炸响。门外死一般的寂静。过了许久，我听到他那因为极致愤怒而变得有些扭曲的声音：陈平安，你很好，你会后悔的。紧接着是重重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瘫软在地，浑身都被冷汗湿透。我知道我暂时安全了，但我也彻底把他激怒了。我和他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接下来3天我没去上班，而是待在孟川提供的出租屋里，跟于律师孟川一起专心迎战。于律师把行李箱放在桌上打开，便携打印机、笔记本电脑、扫描仪一应俱全。他合上行李箱盖子，眼神像刀一样锐利。从现在开始，这里是指挥部，目标让刘玉玲赔到倾家荡产。而孟川拿出的东西比我想象中更多。玉玲集团高管医保违规记录4年，涉及金额超过3000万。温家豪和刘玉玲的聊天记录暧昧露骨，还有大量涉及公司财务的内容，以及一段录音。家豪在坠楼前大概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他拨了我的号，但我没接到。这段录音是他留在语音音箱里的。录音里刘玉玲的声音尖锐刺耳：你以为你是谁？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那400cc 血是我施舍给你的。陈平安，他能被选入公司的特殊人才储备计划，并为集团核心成员提供支持，是他的荣幸。这是对他个人价值一种认可。我不欠他的，欠他的是你。我要把一切都说出来。一声巨响，尖叫，录音戛然而止。孟川关掉录音，房间里安静的能听见日光灯管的嗡嗡声。他把 U 盘从电脑上拔下来，忽然开口：第一批那6个被他们用严重危机辞退的，有一个人我后来找到过。我猛地抬起头，他叫许明辉，
因为档案里被写了偷窃公司财物，正规公司没人要，现在在城郊一个工地搬砖。他现在在哪儿？我把地址给你，但他这些年一直躲着人。我去见他。下午3点，我骑着电动车到了城郊，工地尘土飞扬。许明辉从脚手架上下来，头发灰白，看着像50岁，实际只有36。我把自己的事简单说了，他同意作证。我叫许明辉，3年前给玉玲集团姓温的献了400cc 血，然后他们说我偷了仓库的货。他停了一下，我没偷，所以他们没有证据。但因为他们，我再也找不到正经工作，直到现在3年了，没有人跟我说过对不起。我按下停止录制，说按撒抖。他站起来，把袖子拉下来。你那个文章会写我吗？会。我骑着电动车回到出租屋，在于律师的协助下，花了1整夜写了一篇文章，标题：玉玲集团，请把我的熊猫血还给我。我只写了献血罚单被卡报销，2个月后的136个电话，50万的收买。我附上了那张3000块的处罚通知单，被卡掉的报销申请，2个月的工资条。我没有附上孟川提供的那些猛料，因为那是我用来反击的最后底牌。凌晨2点，我按下了发送键，全网平台同时发布。然后我关掉电脑，躺在那张行军床上，看着天花板。孟川递给我一罐啤酒。怕吗？我拉开拉环，一口气喝了半罐。但我更怕我妈问我，为什么这个月透析费又不够了。凌晨4点，孟川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把屏幕转向我。微博热搜第1，玉玲集团熊猫血实习生，后面跟着一个紫红色的爆字。天亮时，事情已经彻底失控，我的帖子被转发超过100万次，网友评论区彻底炸锅，多条高赞留言引发全网热议。这他妈是黑社会吧？我是律师，这已经涉嫌劳动违法。博主主，我免费帮你打官司。刘玉玲出来挨打！刘玉玲出来挨打！玉玲集团官方微博被网友冲烂，股价开盘即跌停，市值蒸发超过80亿，30几家媒体排着队打电话要求采访，我一个都没接，我只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话：我不要50万，我只要一个公道。我把手机扔在一边，不想去看，也不想去听，该做的事我都已经做了，接下来的发展我已经无法控制，剩下的就交给命运，交给舆论，交给那些素未谋面、拥有正义感的陌生人。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在昏昏沉沉中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我拿起手机一看，来电人是我的顶头上司王哥。我的心猛地一沉，难道刘玉玲的报复这么快就来了？我犹豫了片刻，还是按下了接听键。喂，王哥。我的声音有些沙哑，电话那头王哥的声音异常激动，还带着一丝兴奋。陈平安，你火了，你上热搜了！什么？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整个互联网都为你炸了！什么？我点开微博热搜，刷着热搜第1的评论，不知不觉间湿润了眼眶。我本以为我发出的只是一声微弱的绝望的嘶吼，却没想到这声嘶吼竟得到了整个世界的回应。那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那些和我一样在生活中努力挣扎的普通人，此刻都成了我最坚实的盟友。他们用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愤怒、他们的行动，为我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墙。我不再是一个人，我不再是那只被困在蛛网上孤立无援的飞蛾。手机疯了似的震动，是发小，是同事，是我妈，但我来不及跟他们解释，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打开电脑，点开了财经新闻网站。玉玲集团的股票在开盘前就已经被巨大的卖单死死地压在了跌停板上，下面是一片绿色的触目惊心的数字。一夜之间，玉玲集团的市值预计蒸发数十亿，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我知道刘玉玲现在一定焦头烂额，她那张永远波澜不惊的脸上一定布满了惊恐和狂怒，她一定在想尽一切办法，动用所有的关系和金钱，试图把这股舆论的狂潮给压下去。可是她压得下去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意就是那能倾覆一切的汪洋大海。刘玉玲，你用权势和金钱编织的大网，试图将我的人生拖入深渊。那么今天，我就借这滔天的民意，让你也尝一尝被彻底吞噬的滋味。我看着电脑屏幕上不断刷新的代表玉玲集团股价的绿色箭头，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冰冷的笑意。游戏现在才真正开始。玉玲集团的股价毫无悬念地在开盘的瞬间就死死封在了跌停板上。几十亿的市值在短短几秒钟内人间蒸发，而这仅仅是金融市场上的连锁反应，更致命的打击来自于他们的合作伙伴。上午10点，玉玲集团最大的合作方发表声明，宣布终止与玉玲集团的一切商业合作，并保留追究其品牌声誉受损的法律责任。这仿佛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合作品牌纷纷发表声明，与玉玲集团划清界限，墙倒众人推。曾经那个不可一世的商业帝国，
在滔天的舆论面前，就像一座纸糊的房子。我刷新着一条又一条的新闻，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快感，只有一种冰冷的、近乎麻木的平静。这一切都是刘玉玲应得，是她自己的傲慢、贪婪和冷血，亲手为自己、她的家庭，还有整个商业帝国挖好了坟墓。下午，事情再次迎来了新的高潮。我看着直播画面里她被押上警车的场景，那个不可一世的女人狼狈地用手挡着脸，所有人都看到她第一次露出恐惧的表情。于律师合上电脑，陈平安，准备好了吗？我点点头，他按下回车键，屏幕上弹出一份文件，刑事附带民事诉状，索赔金额那一栏写着1亿5千万。我们不仅要让他赔钱，更要让他赔到倾家荡产，赔到肉痛彻骨，让他和他背后的资本知道，人不是商品，更不是可以随意定价和使用的耗材。于律师的话，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子弹，充满了力量。我看着他，看着他身后那个正在飞速运转的专业团队，我忽然明白，我递给他们的是一把刀，而他们则为我披上了一身最坚硬的铁甲，然后将这把刀锻造成了一柄足以斩断一切的法律的利剑。这场战争的结局，从他们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除了温家豪的录音，还有这个：刘玉玲近5年利用高管医疗绿色通道为温家豪非法报销的转账记录427万。每一笔都有银行回单。于律师接过内存卡，插进电脑。够了，偷税漏税、职务侵占、非法获取公民信息，这3条，每一条都够他把牢底坐穿。他合上电脑，看向我。舆论是刀，但法律才是铡刀。陈平安，准备好上法庭了吗？我攥紧拳头。我等这一天，等了2个月。2个月后，我和刘玉玲以及玉玲集团的案子正式开庭。因为案件的社会关注度极高，法院选择了全程网络直播。开庭那天，在线观看直播的人数一度突破了1亿人次，直接导致好几个直播平台的服务器陷入瘫痪。我以原告的身份坐在原告席上，我的身边是于律师和他的精英团队，被告席上坐着玉玲集团的代理律师团。他们一个个面色凝重，如临大敌。核心被告刘玉玲穿着一身灰色的囚服，被法警从侧门带了进来。仅仅2个多月没见，她仿佛老了20岁。当她的目光扫过原告席，看到我的那一刻，那死灰般的眼睛里瞬间燃起了滔天的恨意。你等着！我平静地与她对视，然后微微地扯动了一下嘴角。我等的就是这一天。于律师准备得太充分了，他和他的团队就像最精准的外科医生，将玉玲集团的罪恶一层一层清晰的血淋淋地展现在法官和所有观众面前。从那份稀有血型人才储备计划的内部邮件，到上百名拥有 RH 阴性血的前员工的联名证词，从办公室内无死角的监控录音，到那本厚得像字典一样的内部非法罚款条例，再到税务部门查获的那足以让他把牢底坐穿的偷税漏税的惊人账目，每一份证据都像一柄重锤，狠狠地砸在刘玉玲的身上，也砸在玉玲集团的棺材板上。而我那段长达10分钟的充满了威胁和恐吓的录音，更是在法庭上被完整的公之于众。我能让你在这座城市里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份像样的工作，我甚至能让你妈都不安生。当刘玉玲那嚣张跋扈的声音通过麦克风回荡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时，整个旁听席都响起了一片愤怒的哗然。刘玉玲的代理律师从头到尾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辩护，在山一样沉重的铁证面前，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而可笑。他只是在最后陈述的阶段反复强调，刘玉玲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一个爱弟弟心切的姐姐的本能，希望法庭能够法外开恩。轮到我方做最后陈述，于律师站了起来，他没有看被告席，而是面向法官和旁听席，声音清晰而有力。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从业20年，代理过无数案子，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不把人当人写成管理文件，把训话写进备忘录，把降低应价能力当作管理目标。这不是企业管理的失误，这是人性底线的沦丧。我请求法庭依法严惩刘玉玲，给157个被纳入储备库的人一个交代，给我的当事人陈平安一个公道，给所有在这个社会里辛苦活着的普通人一个信心，让他们知道，不管你是谁，你身上的血都是血，你受的疼都是疼。法律的剑会公平公正地保护每一个人。他顿了顿，然后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动作。我在法学院的第1堂课，老师告诉我，法律是盾牌，但今天我想告诉各位，法律也是利剑，它应该保护那些曾经被当成耗材的我们。他撩起左手的袖子，手臂内侧有几个淡淡的白色小点，针眼愈合后留下的痕迹，和陈列在证据袋里那张照片上我手臂上的针眼一模一样。有人在用规矩吃人，也有人在用生命还债。我的当事人要的不是钱，是让这种把人不当人的罪行彻底消失。我请求法庭依法严惩罪恶，让所有心存侥幸的作恶者知道，
法律的尊严不容挑衅，人性的底线不容践踏。我们请求的是一个公正的判决，是一个朗朗乾坤。他的话音落下，法庭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1周后，法庭宣判刘玉玲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5亿元。玉玲集团被判处罚金20亿，公司所有非法所得予以没收，被勒令停业整顿，吊销所有经营许可。法院支持了我的全部民事诉讼请求，判处刘玉玲及玉玲集团向我公开道歉，赔偿我各项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亿2千万元。宣判的那一刻，我坐在原告席，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刘玉玲以为她输给我，她错了，她输给的是法律。我手里的录音罚单是证据，不是武器。真正把她定在审判席上的，不是我的一篇文章，而是她那本违法的账和她对生命最深的傲慢。窗外阳光正好，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新闻推送。据悉，玉玲集团创始人刘玉玲、情人温家豪于昨日下午因器官衰竭，在 ICU 病房内抢救无效，宣告死亡。当法锤落下，我走出法院，外面阳光刺眼，无数镜头对准我，无数声音在喊我的名字。我没有停下，走下台阶，走向人群边缘那个头发花白的女人。妈，我们赢了，走，回家。人群边缘，头发灰白的许明辉靠着路灯杆站着，他没有挤到前面，只是远远看着。还有几个陌生面孔散落在人群边缘，其中一个戴着安全帽，工装上还有没拍干净的灰。他看着我的方向，嘴唇动了一下，像是在说谢谢，又像是在说兄弟。他们都没有举牌子，没有喊口号，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同一个人从法院走出来。那个人和他们一样，手臂上曾经有过相同的针眼。我搀着我妈慢慢走向街角，身后是沸腾的人群，前方是回家的路。路边的电视屏幕上，刘玉玲那张死灰色的脸一闪而过，取而代之的是各大媒体评论员激情澎湃的分析和解读。一切都结束了，这场持续了数月，几乎耗尽我所有心神的战争，终于以一种惨烈而彻底的方式画上了句号。看到新闻半小时后，于律师的电话打了进来，他的声音褪去了法庭上的锋芒，多了一丝温和的关切。陈平安，你还好吗？我没事，于律师。判决结果你还满意吗？关于赔偿金的执行，我们已经启动了程序，法院会尽快对玉玲集团的资产进行清算拍卖，优先支付给你的部分。我很满意，于律师，谢谢你们。我的感谢是发自肺腑的，没有他们，我可能早已被刘玉玲碾得粉身碎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过，接下来你可能会面临一个新的麻烦，1亿2千万，这笔巨款会彻底改变你的生活。如何管理它，如何应对它给你带来的关注和改变，是你接下来需要学习的课程。媒体把你塑造成了一个维权英雄，但很快就会有另一种声音出现，他们会盯着你的这笔钱，用各种方式来挑剔你、质疑你，甚至攻击你。于律师的话让我瞬间清醒。是的，战争结束了，但余波未了。我从一个普通的仓库管理员，一个受害者，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亿万富翁。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用力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一个旧的时代彻底结束了，而我的人生，那片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广阔无垠的天空才刚刚开始。我请了最好的医疗团队，为我妈的尿毒症设计治疗方案。半年后，她做了肾移植，身体硬朗许多。安顿好家里，我拿起手机拨通了于律师的电话。于律师，我想成立一个基金会。我的声音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坚定，一个专门为那些在职场中遭受不公待遇却又无力维权的普通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公益基金会。玉玲集团的罪恶不应该随着它的倒塌就被人遗忘。我要让所有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都能得到应有的赔偿和道歉。我要让那些像刘玉玲一样自以为可以无法无天的资本家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是金钱和权力无法收买，也无法战胜的。电话那头，于律师沉默了片刻，然后我听到了他的一声轻笑，充满了欣慰与赞许。这个基金会就叫利剑基金吧。陈平安，欢迎你成为我们新的盟友。1年后，江南一座宁静的沿海小城，我用赔偿金的一部分在这里买下了一栋靠海的房子。我没有再去找工作，但每天都很忙碌。利剑基金在于律师团队的帮助下正式成立并步入正轨。我作为基金会的创始人和最大出资人，主要负责案件初步筛选和对求助者的心理疏导。我的手机里存着上百个求助者的联系方式，他们有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被无良公司骗签霸王条款；有的是怀孕的女职工，被公司用各种理由恶意调岗降薪，逼迫离职；还有的是常年遭受领导职场霸凌，
却因为没有证据而投诉无门的普通员工。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心酸而无奈的故事。我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现在我有了能力去为他们递上一把足以保护自己的利剑，就像当初于律师为我做的那样。下午，我们迎来了第一个真正棘手的案子。求助者是名叫李哲的年轻程序员，他是典型的对技术充满热忱却不善言辞的男孩。找到我们的时候，整个人处于崩溃边缘。他的故事是我的故事的一个变种。他倾尽2年心血，独立开发了一款有创新算法的社交软件。在寻求融资的过程中，他接触了一家业内颇有名气的互联网大厂蓝鲸科技。蓝鲸科技的高管对他和他的项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签下了一份看似优渥的投资意向书。对方以技术信条为名，要求李哲提交全部的核心源代码。涉世未深的李哲被对方画的大饼和光鲜背景迷惑，毫无防备交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蓝鲸科技以项目评估不通过为由，终止了投资意向。2个月后，蓝鲸科技高调发布了一款全新的社交产品。那款产品的核心算法和架构与李哲的设计有超过90%的相似度，他们几乎是原封不动的剽窃了李哲的成果。李哲试图维权，他发邮件、打电话，甚至跑到蓝鲸科技的楼下试图理论，但他等来的不是道歉和赔偿，而是一封来自蓝鲸科技法务部的冰冷律师函。他们反过来指控李哲恶意碰瓷，侵犯蓝鲸科技的商业信誉，要求他删除所有相关言论，公开道歉并赔偿100万。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李哲被这套组合拳彻底打懵了。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背景的程序员，而他的对手是拥有国内最顶尖法务团队、市值数百亿的商业巨头。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鸡蛋碰石头、毫无胜算的战争。他找过很多律师，但一听到被告是蓝鲸科技，所有人都打了退堂鼓。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个穷小子去得罪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直到他在网上看到了利剑基金的故事，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给我们投递了求助邮件。我约他在基金会的办公室见面，他双手抖得厉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圈鲜红了。我没有催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我仿佛看到了几个月前被刘玉玲堵在门口，浑身冰冷的自己。过了很久，他才哽咽着把自己的遭遇断断续续地讲完。讲完后，他抬起头，用近乎哀求的眼神看着我。平安哥，我是不是就只能这样算了？我的代码，我的梦想，就活该被他们这样偷走吗？我没有回答，只是看着他，他眼里的绝望，他蜷缩的肩膀，他鱼尾不敢抬起的声调。李哲，你现在这副样子像极了一个人。谁？1年前被人按在总裁办公室里收下3000块罚单的那个我。他愣住，我站起身，从身后的书架上取下那个相框。相框里不是照片，而是那张改变了我一生的3000块钱的罚单。我把它轻轻地放在了李哲面前。李哲愣愣地看着那张已经有些陈旧的罚单，脸上写满了不解。我指着上面的黑字，一字一句地对他说：曾经也有人告诉我，我的血，我的善良，我的尊严，就只值这3000块钱。李哲，你知道我后来是怎么做的吗？我把他们，连同他们那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商业帝国一起送进了坟墓。我的话像一道电流，瞬间击中了李哲，他眼中的迷茫和恐惧渐渐褪去。我收起那张罚单，重新看着他。你的代码是你的心血，它无价，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去偷走它，去践踏它。现在蓝鲸科技给你发了律师函，对吗？李哲用力地点了点头。很好。我拿起手机，拨通了那个我早已烂熟于心的号码。电话很快被接通，于律师那沉稳而干练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陈平安，于律师，我们有新案子了。我把李哲的情况简单的复述了一遍。电话那头的于律师只是安静的听着，听完后他只说了一句话：让那个孩子放心，我们天汉律所的律师函明天早上会准时出现在蓝大江鱼的办公桌上。与蓝鲸科技的官司在律师团队的强势介入下进展得异常顺利。曾经不可一世的商业巨头蓝鲸科技在开庭前就主动提出了庭外和解。最终蓝鲸科技不仅公开向李哲道歉，承认了其侵权行为，还以一个天价买断了李哲那款软件的全部专利。同时他们内部也掀起了一场巨大风暴，当初负责项目的几位高管全部引咎辞退。李哲拿着那笔足以让他实现财富自由的和解金，第一时间就要把其中1半捐给利剑基金。我拒绝了，告诉他利剑基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商业回报，我只希望他在未来有能力的时候也能去帮助那些像他一样曾经被困在黑暗里的人。处理完李哲的案子，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给我的花浇水，一个陌生的好友申请通过我的私人手机号发了过来，验证信息上写着：平安，我是小林，还记得吗？小林这个名字让我的动作停顿了一下，记忆的闸门瞬间被拉回到那个我早已不愿再想起的地。玉林集团后勤管理部，小林是当初和我关系最好的同事。我辞职那天，所有人都对我避之不及，只有他偷偷给我发了条微信，让我多保重。我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平安，真的是你！
我找了你好久。我笑了笑，回了一句好久不见。我们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聊了起来，聊他的家庭，聊我的近况，我们很有默契地都避开了那个最敏感的话题，直到最后他才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平安，你现在还恨他吗？我知道他说的他是谁，不恨了，都过去了。我的人生已经翻开了全新的篇章，没有必要再让那些阴暗的过往来占据我心里一丝一毫的位置。他告诉我，玉林集团破产清算后，大部分的普通员工都拿到了应有的赔偿，并且很快找到了新的工作。很多人都觉得那是一种解脱，离开那个高压变态的企业文化，所有人都感觉连呼吸都顺畅了许多。对了，你知道张总他怎么样了吗？他怎么了？判了。作为稀有血型人才储备计划的主要执行人，他被认定为刘玉离的从犯，犯了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判了3年。3年，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一个作恶的人都逃不掉应有的惩罚。那公司的其他人呢？都散了，各奔东西了。不过大家私下里其实都很感谢你。感谢我？我有些意外。是啊，如果不是你，我们可能还在那个地方继续被当成耗材。是你把这扇牢笼打破了，我们也终于能像个人一样喘气了。小林的话让我沉默了许久，我从未想过，我当初那个绝望之下的反击，竟然在无意中也解放了那么多人。聊天的最后，小林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是玉林集团那栋办公楼的旧址，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正在被推倒重建。照片的背景是灿烂的晚霞，他配上了一句话：平安，你看，旧的已经过去了，新的正在开始。我看着那张照片，久久没有说话。是啊，旧的都已经过去了，新的正在开始。不只是那栋楼，也是我们所有人。我不需要再去回忆，也不需要再去缅怀，放下才是对过去最好的告别，也是对未来最好的迎接。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份来自京城的快递，是于律师寄来的，里面是一本海子的诗集。我翻开书，一张书签从里面掉了出来，书签上是于律师笔锋锐利又带着一丝潇洒的字迹：送给你，也送给我自己。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我笑了，我能想象出他写下这行字时，嘴角那抹自信而温暖的笑容。这个像铁甲像利剑一样的女人，内心深处原来也藏着如此柔软的诗意。我合上书，把它放在了我的床头。下午，我没有待在办公室，换上一身轻便的运动装，沿着海边的公路开始跑步。我跑了很远很远，直到跑到这座小城最东边，那座礁石嶙峋的海甲上，我停下脚步，大口喘着气。我的面前是一望无际、蔚蓝辽阔的大海，海浪不知疲倦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卷起千堆雪，发出震耳欲聋的雄壮轰鸣。我找了一块干净的礁石坐下，看着眼前壮阔的景象，心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开阔宁静。我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我还是个每天挤地铁为几千块奖金小心翼翼的仓库管理员。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一天攒够钱，来海边买一栋小房子，然后每天都可以像现在这样看着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没想到这个梦想竟然以一种如此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方式提前实现了。命运真是个奇妙的东西，他曾经把我推入最深的深渊，让我尝尽了被欺骗、被威胁、被当成猎物愚弄的彻骨的寒冷，但他也最终把我带到了这片最广阔的天地，让我看到了人性中最善良、最坚定的光。我掏出手机，不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为了联系谁，我只是打开了备忘录。在那个空白的页面上，我缓缓地敲下了一行字：我的血曾经是别人的救命药，但它不属于任何人，它只属于我自己。现在我用我的心声、我的自由、我的力量去点亮更多人不该被熄灭的微光，这就是我为自己选择的后半生。写完，我按下了保存，然后关掉手机，把它扔在一边。我张开双臂，闭上眼睛，像是在拥抱整个世界，拥抱着咸湿的海风，这温暖的阳光，这生生不息的海浪的声音。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挣脱了所有束缚的海鸟，无比的自由，无比的轻松。我知道，从今天起，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困住我了。无论是刘玉玲的罪恶，还是那1亿2千万的巨款，都不能。我是陈平安，我只是陈平安，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幸福的普通人。太阳正在从海平面上缓缓升起，金色的光芒铺满了整个海面。新的一天来了。